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19日晚间20点38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由于美股没开盘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也就是道指的盘前合约的表现那么在今天呢，道指出现了一个继续下跌，下跌的幅度达到了 0.82%， 这个下跌呢构成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但是呢我们在周线级别上看周线上美股道指呢它的盘前合约正在一个支撑位上，也就是3万点的这个支撑位，也是169日均线的这个支撑位。同时呢我们回到美股在上周五出现了一个十字星这个十字星呢是表现的是一个下影线，这个下影线呢有意味着美股将要出现一个短暂的反弹。同时呢我们看到道指本身呢也是抵到了169日均线附近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在周一周二的这两个交易日呢，我认为反弹或有可能发生。那么在周三的时候，美股要有一个重大的变化，一定要提前注意到就是在21号9月21号有个加息的会议，如果落地加息的预期呢超过预期的话，美股将要出现什么呢？将要出现一个继续下行的走势。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美股在经历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看图发生了周线级别反弹。那么本轮行情继续出现了一个周线的悟空阴线和8节阴线组，这个8节阴线组呢目前打到了这个均线附近，打到均线附近之后如果发生反弹，是一个多头撤离的时间点。打到这里之后还有可能继续往下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同时呢本轮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会与20年2月份的极端下跌我们看到这里这一轮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相互对称相互平行，这个平行结构也是未来在比特币市场上我们应该重视的这里面会出现带动比特币市场出现疯狂下跌的行情一定要注意。但是呢比特币目前来看它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呢？处在一个日线级别短期的反弹的一个位置为什么我们这么看呢？我们回到比特币日线级别，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17605底部出现之后，它形成了一个不断确认底部的一个过程。这次底部的出现呢，它反复的进行了确认。我们认为在6月份它是第一次确认，确认之后呢，在9月份9月初的行情当中第二次确认。那么现在打到这个位置上也是非常接近于这个底部的位置。这个底部不断的确认是为了做什么呢？我们认为是为了对6月初的下跌，从3万美金到17605的这个下跌进行不断的回补。我们看到最近的一段下跌行情，主要原因主要的下跌诱因呢是以太坊的下跌引发的。我们看到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了不断的下行这个也是我在之前行情当中反复提及的。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接近前高，不断的接近前高 0.088接近之后呢，前高就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力位。在这种情况下呢，在日线级别上9月9日这一天呢，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悟空阴线。这根悟空阴线出现之后，我就提示大家它有可能做出什么呢？有可能做出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在今天为止，我们看到了这波日线级别下跌西游走出了悟空阴线，走出了8节阴线，走出了唐僧阴线最终呢在昨天走出了这个唐僧阴线走出了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构成了一组什么呢？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它在日线级别下跌西游走完之后，要做出什么动作呢？要做出放大一个时间级别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在周线上我们看到了悟空阴线已经表达了出来，表达之后呢很有可能继续下跌，也就是说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已经走得非常弱势了。所以呢当前行情是什么呢？以太坊领跌的行情。以太坊的领跌呢它会有一个持续的过程，
特别是在周线级别下跌阴线出现之后，我们看到前面5月份啊，以太坊出现周线级别领跌悟空阴线出现之后，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出现之后啊，连续走弱，最终呢走出一波什么呢？走出一波周线级别的下跌稀有。那么当前时间点，以太坊对比特币的周线悟空阴线已经出现之后，走一个周线级别下跌稀有是没啥大问题的。同时呢，这一轮的周线级别下跌稀有，我在前面分析当中反复提及了啊，它会做出一个平行于5月份下跌的一个过程啊，也就是目前来看啊，我认为的是比特币它有机会出现一定的反弹，这种反弹呢是非常弱势的反弹，反弹幅度可能会在15%左右啊，因为它的第一轮反弹呢反弹幅度是43%，第二轮反弹呢是22%，那么这一轮反弹会更弱一些啊，主要是对3万美金到17605这个下跌区间啊进行1、2、3、4次的回补。啊，它有可能出现反弹，但是从目前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上来看啊，以太坊明显出现了弱势。那么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的行情来看啊，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啊，日线级别同步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走出了什么呢？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稀有啊，以这根阴线为标志性阴线，悟空阴线，然后走8节阴线，沙僧阴线。那么今天呢，走唐僧阴线啊，这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稀有。那么这个以太坊对 USDT 的日线级别下跌稀有，很有可能诱发成周线级别的下跌。如果出现周线级别下跌啊，周线级别下跌本身呢，它已经在8月初的行情当中啊，走出了一根悟空阴线啊。打到这个2000美金之后啊，走出了一根悟空阴线啊，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节阴线，8节被杀死之后啊，被这个妖怪反弹 K 线啊，2根阳线妖怪 K 线干扰了阴线呢继续发生，被反弹杀死了之后啊，上周的行情当中这个8节阴线呢重新复活了，所以呢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扩散三角式的8节阴线组。啊，也就是说，行情当中周线级别以太坊来说啊，已经出现了悟空阴线和8节阴线。那么本周它走的是什么呢？沙僧阴线。那么未来它会走一个唐僧阴线，这是一个周线级别的啊。这个图呢我画了很久了，这几个圆圈呢也画了很久了啊，一直对这个以太坊是强烈看空的，特别是在以太坊发生合并。它的之前物理挖矿啊已经完全取消了之后啊，目前是质押挖矿啊，这种利好落地之后变成利空之后，对以太坊的价格起到了非常巨大的决定性作用，让以太坊在最近一段行情当中走出了日线级别的下跌稀有，并且这个下跌是有持续性的。在日线级别下跌完成之后，我们看到了它重新回到了这个红色线的这个下面的部分，也就是证明它的下跌空间将要打开。为什么这么说呢？红色线这里是周线级别波峰连线连过来的这里面存在着非常巨大的一个压力这个压力位呢，目前我们看图来说这个压力位目前存在于1400美金。也就是说，行情在日线级别下跌稀有完成之后跌破1400美金之后呢，它的下跌空间将要打开。我们之前给的目标位1100美金这是它完成这一轮周线级别下跌之后领跌过程当中的一个目标位目前来看已经不断接近中了1100美金还差200美金就要到达所以呢，这段行情我们基本上是完美预测了它的一个什么呢？规律性的下跌。所以呢，你看K 线吸油战法在行情当中一旦应用起来可以对一个大行情一个大的方向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我们吸油战法的神奇之处也可以大家伙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淘宝上买我这本书来看那么在这段行情当中，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答案，就是比特币如果跟随美股美股在这个位置上是有支撑的在周线级别上有这个169日均线的支撑如果在这个支撑能够扛得住的情况下，那比特币在这个位置是波谷的位置它有机会出现一定的反弹，这个反弹幅度大概是15%左右
也就是能够有可能反弹到21500，反弹到这里但是以太坊目前已经明显出现了一个领跌的行情，所以呢以太坊是强烈看空的，并且我在昨天给出了以太坊和 ETC 同步都给出了一个看空的一个提示同时呢 ETC 的目标价是在16美金左右，就是从之前的33美金跌到16美金有50%以上的利润这个在前面行情当中给出了。那么比特币是可以在这里面进行现货或者多头的，然后止损是在18000就可以了然后以太坊呢它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看空有可能走周线级别下跌有目标位是1100美金，那么 ETC 是这个当前的价格要打对折15到16美金然后在行情当中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 VIB 就是次新币我们怎么看一定要明确怎么做呢首先呢我们在昨天的分析当中给出了它是一个一个小时线的震荡这个震荡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收敛这个收敛呢我们在这个1号位布局，2号位加仓，3号位减仓，把2号位这个仓位减掉，然后保留1号位的仓位。1号位的仓位在当前时间点还处在一个亏损的状态，那么后面的行情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要调整一下结构因为当前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这个结构变化是怎样变化呢？它是一个波谷位出现了变化，波峰位呢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我们要进行一定的调整，调整之后呢它会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窄的收敛变成一个窄的收敛。这个窄的收敛呢越接近于焦点位之后它越容易发生变化。我们持有仓位的目的就是它的变化还有2种可能性有2种可能性。第一种变化呢是由于资金推动直接在这个窄收敛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什么呢？发生上涨那么我们之前的1号仓位就可以获利减仓。那么第二种变化呢是它进行下跌持续的下跌，下跌之后它会绕行过来，绕行过来之后还有可能出现一定的上涨。所以呢我们的2号位在减仓之后没有2号仓位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底部这个位置有一个3号位的加仓机会这是现货的一个做盘进场的一个逻辑一定要记住它的这个结构呢是不断变化的那同时呢我的这本 K 线西游战法里面第2部分也就是4象战法对它的这个逻辑怎样去演化盘面怎么进行的进行了更详细更合理的一些解释这个在我的书里面也就是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的第2部分叫4象战法这里面有对这个现货行情或者你在这个结构里面做合约也可以对这个盘面进行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在这里面怎么布局仓位怎么进行获利，在行情当中就这几点控制趋势控制仓位找到合适的位置这也是我的这个4象战法要对大家伙说的大家伙可以在淘宝上买我这本书来看一下。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